好，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方伟时间的周末直播问答。那我是希望每个周末呢都能给大家有一段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问答性的一个沟通哈。所以呢，我一直想说星期六、星期天晚上做，但是做不到啊，就是因为时间很忙，所以要么星期六，要么星期天。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灵活一点哈，因为做这个节目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同台在，然后大家可以写问题上来哈，这是我的目的，因为这个时间嘛，就不是我准备好的一些东西，而是说呢，跟大家有一些即时的互动。好的，行，那就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哈。开始之前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大家打出问题来的话，在留言框我现在就能看得到。那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效果不好的话，就写一下哈，比如说声音太轻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样呢，我可以及时有一个回应。那么第二呢，就是如果这里有问题的话呢，我会先以这个问题为优先级啊，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才讲我自己准备的东西。好，今天的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我觉得卡尔森采访普京这件事情哈，我发了一个推，我发了1-2个推，然后我昨天出了一期节目，那相对流量跟留言都非常的多，所以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的想法的。那我觉得不同想法非常好啊，在美国有不同想法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么这叫做什么来着 ？Public discourse 哈 ，Public discourse。如果一个问题变成全国性的议题的话，那叫做 national discourse。那么美国多少年来哈，就是在这种 national discourse 的过程中，叫做全国新闻媒体想做的事情啊，就是呈现一个在国家层面呈现一种叫做 debate 哈，一种对真相的探讨。那么美国的就是说我们就会从中吧越来越聪明哈，越来越明智。那么这样的事情当然在中共国是没有可能性的哈。所以呢，我觉得珍惜这样的一个时间，有不同的意见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凡我是建议我们的朋友哈，听到不同意见，因为网上说实话，我说一下我的感想，网上这个网络暴力啊，讲话非常粗鲁哈，随便就骂人，这个那个的。当然了，我相信这里头90%是中共的五毛，有意要毒化我们的这个叫做对话的气氛啊。但是呢，除此之外吧，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够互相有一个比较宽容的心哈。听到不同的意见，第一生出来的不是愤怒，不是生气，而是好奇。为什么这么想？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愿意听别人说什么哈，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高品质的一个 national discourse，我觉得那是最好的。好，向少帅，上次你也有在哈，好，谢谢你过来啊 ，Janice 刘，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哈，一直我都知道，一直在方伟这个频道中。好，那么对三姐你好，好，非常高兴大家来到。那么就这样呢，我看看如果有些问题的话，请我们的导播呢把些问题能够贴过来，然后我可以看到，同时大家在这里留言呢，我也仔细看到。好，先说2个快的消息哈。那么我先说一下星期4的最高法院对于这个川普的科罗拉多州把川普的名字从选票上搞掉的这么一个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那么我本来星期5就要给大家做一个跟进的报道，但是结果呢，这个卡尔森跑去采访普京嘛，这件事情呢，在晚上把它登出来，就成了一个非常这个重磅性的东西哈，就压倒了这个川普的最高法院的这个案子。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很快说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形怎么样哈。这个案子审下来，当然是审了2个小时，是星期，我其实有点忘了哈，是星期3还是星期4？这个审了2个小时，10点钟，星期4审了10点钟，10点开到12点钟，9个最高法院大法官。没有一个给他好脸色看的，没有一个给科罗拉多州的法律师好脸色看的啊。那么包括三位这个叫做左派的法官，那说白了就是你在搞什么名堂啊？你的根据是什么？所以呢，所有发言的这个大法官都在质疑科罗拉多州你在搞什么名堂。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我想他们是没戏啊，只是说最后是8-1，还是7-2，还是9-0。这么个情况，所有的法律界的人士都希望最高法院迅速的给出一个9-0，基本上就是说白了就是一巴掌扇过去，说回去哈，不要再搞这些，就是叫做什么没来由的事情了。一个州的身份要跑出来
执行宪法，而且你执行的根据都是三级跳，那根据都是没啥凭据的，然后自己去诠释宪法这种事情，然后是否定的是一个怎么讲呢？在符合宪法规矩的美国人不可以参选总统，你这简直是对美国宪法和美国公民竞选总统的权利的最大的践踏。你还要像模像样的告到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来，最后还要让我们来接这个案子，那基本上就是最好就是一巴掌扇回去说。法律界人士希望最高法院给出的这个判决，如果是变成9-0的话呢，以后就谁也不要想了，这招就不要用了哈，是这么个情况。我一个正的一个最高法院应该是这个结果，应该是9-0啊，而不是8-1或者7-2。对，但是我想，这个科罗拉多州赢不了这件事情，应该是比较确定的哈。你要问我的意见的话，应该是比较确定啊。这是关于川普上诉案的事情。关于这个事情，大家有什么问题哈？可以打出来。对，Monica 你好，新年好哈！哎呀，都忘了给大家拜年了，新年好！今年是美国的大年初一，中国大陆已经是初2了全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好哈！对，另外我也要说一下哈，我们前一阵的那个盈利功能被油管关闭，后来申请恢复之后呢，在打赏这个功能呢就没有成。另外呢，给我们捐款的这个功能也是断掉了，这2件事情现在都修复了，所以呢，非常谢谢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方远时间。那现在呢，往下呢，我们真的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因为今年的今年美国的大选实在是太过重要，又太过激烈，大家又太过关注，所以这个时候呢，真的是需要，我是觉得做一些很实际的事情但这件事情我还在酝酿之中，在以后再跟大家报告哈。好，这是第一件事儿，就是第二件事儿是刚刚的消息1个小时以前的消息，大概是加拉格尔不是1个小时，3个小时之前的事情。这个加拉格尔他呢，就是说呢，就是加拉格尔是谁就是众院的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主席。那么他呢就宣布不再竞选，今年的不再竞选连任了。他是2017年上来的，今年如果不竞选，就是第5次连任，他就不竞选了。这对共和党毫无疑问是一个损失当然他是我没记错是明尼苏达州是吧？威斯康星州，他是威斯康星州的这么一个西北部的这么一个议员那么他以前是海军陆战队，他呢对中国问题就是说非常的关切，他的动作也很强所以当年麦卡锡就把他当作任命他为中国特别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也在过去几个月内呢，一直是非常努力的去推进这件事情，对吧？我很多包括民运的包括说中国的人权人士都对加拉格尔印象非常深刻。他为什么突然，这是年轻有为的一个青年少壮派那么为什么突然宣布不再竞选国会了？他刚才发表了个声明。发表这个声明之前，我先说他前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都知道，众院的共和党现在要弹劾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因为这个部长是管南部边境的，南部边境一天1万人过来 ，OK， 那么搞到过去这个3年600万，其实是1200万以上的人过来，那简直是渎职，要去弹劾他，弹劾呢最后是215票对215票，因为共和党只有微弱优势。那么结果呢？有3票跑票，3票从共和党 yes 跑到 no 那边去，所以否则应该是218票对212票，结果他们跑到那边去，其中就包括加拉格尔。加拉格尔如果不跑票的话，那么这个法案就过了所以呢，因为他为什么这个跑票呢？因为他说这个对国土安全部的部长他犯的错或者犯的罪或者犯的问题没有到应该被弹劾的地步。那当然他的同事都不同意他的同事99%都不同意，给他了很大的压力。那么他就是认为说，如果这样搞的话，以后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没有达到标准就来弹劾我们，成为一个政治斗争，这是他的想法。那他的想法对还是不对这一点我觉得那就我也不太清楚，说实话，因为弹劾国土安全部的这方面的内容我没有做研究，但是最起码他认为是不对的。那当然了，他的所有的其他的同事，几乎所有其他的同事都认为是对的。
那么这件事情呢，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知道是今天3个小时之前他宣布不竞选连任了。那么大家很容易猜到说，就是因为那么他投票跟党投的不一致，受到压力，心灰意冷，然后决定退出。他在给这个叫做跟威斯康星州本地的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说跟这没关系，但是也许他只是一个借口吧，或者不愿意说真话哈。他说的是说，他说我呢，他说美国的建国先父早就说了，国会议员不能是终身制哈，不能长久的做。他说国会也绝对不是一个养老的地方，或者一个人变老的地方。他意思就是国会不是一个很容易待的地方。然后呢，他就说，所以他就不竞选连任，他怀着很沉重的心情宣布不竞选连任。这个事情就很矛盾哈。如果他前面只是因为我不想做那么久哈，只想国会做一阵就回到平民中啊，这是他在里头说的，他说国父就是这么希望的，做一阵国会议员回到平民之中。那么既然如此，应该很轻松的哈，怀着一个轻松的心情宣布不连任。可是他是怀着一个沉重的心情不连任，那显然就是他不高兴了哈，在压力之下或者沮丧之下。那么我觉得合理的解释就是他的这个怎么讲呢？他的关于国土安全部的弹劾问题呢，他受到压力，让他很不爽啊。总之吧，我是觉得这件事也比较遗憾哈。站在共和党的角度来看，真的是何必呢？对不对？很多不是你心的事嘛，要以大局为重。国会现在共和党是像纸一样薄的多数，你还动不动就是撂挑子不干了，所以最起码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好吧，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啊。关于这个消息，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这个留言进来。好，我们现在看到哈，这个好，那三姐就说 Tucker Carlson 采访普京的核心内容是如何的？这就是昨天我做的节目已经做了哈。任磊说，美国大选的具体时间是几月几号？11月5号，11月5号，也就是距今天10个月都不到了哈。今天是2月10号，10个月减5天。这个美国大选是什么时候做哈？再跟大家说一下，美国大选是11月份的这个11月份第一个星期一之后的星期二。话说也很奇怪啊，11月1号的不对，11月1号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二。为什么美国大选是要选在星期二呢？因为早先在奠定宪法的时候，当时就要奠定美国的大选是哪一天嘛，是吧？那个时候呢，美国是个农业社会哈，而且是个基督教的社会，所以星期天呢要做祈祷，所以星期天不能投票。星期天投票，星期天做完祈祷之后呢，然后呢去城里投票，赶着牛车坐着马车，常常要走1天才能去城里投票。因此呢，就是星期一要花时间去到城里头，星期二好去投票。为什么要挑星期二呢？因为星期三是城里的那个农贸市场，农贸市场，就是说这个交易日开张的时候，所以呢，星期一赶着马车去到城里，星期二投票，星期三正好这个叫做做买卖，那么星期四再回来，这就是当时选星期二的原因。大家想想看，要花1天时间去城里投票，要花1天的时间。他们都愿意。今天是民主党说这个要以邮寄选票，不用现场来投票。今天在美国，你要投票，开车15分钟，最多15分钟就可以投票，他都不要干。还有当时就星期二这一天就投完了，从头到尾投完了，全都结束，跟台湾一样。今天是加州提前29天发这个邮寄选票出去，因为邮戳嘛，你搞不清邮戳，那个邮局什么时候送到也不知道。结果选举完之后再拖上几个星期。所以现在的选举跟当初的订立星期二的时候，简直就是个笑话，是个大笑话。人家当初是花1天的时间去选举，决定这个国家未来2年或者4年的未来，大家愿意做这件事情。今天的民主党替这些选民操心，说他们15分钟赶到选举站都对他们太困难。如果这样的都困难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参加选举，对不对？因为你如果对国家的未来如此关心的话，你当然愿意花出15分钟。当年美国的先人是愿意花1天的时间的，你15分钟都不愿意花，你还说你关心国家的未来，靠谱吗？只能说这样的人呢，他的选票是被收割的，收割选票，这意思是我没有投票意愿，可是有人敲门上来把我的选票拿走，帮我确定该投谁，我什么手指都不用动，我就可以成为一个选民。尽管我对选举兴趣缺缺 ，OK， 这就叫做收割选票。跟大家说一下，
对不起。好的，那么这就是关于关于选举的问题。好，那么向少侠说，之前方大侠提起过，你跟我提起过哈，这个叫做Carlson 这个人物，想不到这次你也避不了谈谈他，真的有点巧合。对啊，这个 Tucker Carlson，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哈。我今天真的是想敞开谈谈我对 Tucker Carlson 的看法。你们同意不同意都没关系啊。我说了，这是一个 national discourse， 因为油管的关系哈。当然这个节目也在干净世界上播啊，同时在那边播，所以呢，就是我其实是希望大家哈，我的每一个观众，你都要在干净世界上要过去一下，要注册一个账号。为什么？如果说在这个激烈的事件之中，油管待不住的话，你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待，这就是现在和4年前的不同。所以呢，大家不要到时候就是风筝一下断了线哈，现在就要过去，去注册一个账号，起码熟悉干净世界的用途。它其实是做的跟油管其实几乎是一样的，很多功能比它这边还强还多哈。所以呢，大家要熟悉一下，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呢，就是说Tucker Carlson 这号人物啊，怎么看待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你们可以贴一下，我说一下我的看法。Tucker Carlson 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记者啊，他是个很优秀的新闻人，而且他很有胆哦，他不会就是说因为什么事情有风险而不去报。他把国会山这个1月6号那件事情那些视频拿出来报，那么而且做的是翻案文章哈。所谓的翻案文章，在我看来也不是啥翻案文章，本来就应该那么报。可是所有媒体都不那么报的时候，他就成了翻案文章。这一点我对他是很佩服的。OK， 另外呢，他离开福克斯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我所知啊，他损失了很多钱哈。那么他也不为所动，他也不太看钱的哈。这人很有能力，他真的是福克斯最好的新闻人啊。对，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他是一个兼具报道和评论两者都有的。你要去听那个 Laura Ingraham 和这个 Sean Hannity 哈，其他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以评论为主。你其实看他的节目，他就是评论节目，他其实不太是新闻节目，他是新闻很少，主要是评论啊。所以呢，真是叫做评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的意见。但 Tucker Carlson 是以新闻为主的，他的评论是为辅的，这点跟我有点像。我的那个节目啊，跟 Tucker Carlson 比较像，因为是新闻为主，我是一个新闻记者先，然后我是一个新闻评论员后。新闻跟评论其实是不同的东西哈。用新闻界的术语叫做新闻是客观的，新闻是怎么说？新闻是真实的，评论是主观的，新闻是客观的，评论是主观的。说白了就这个意思。就新闻呐，你得是什么事儿就报什么事儿，就算你心里想着你的想法，不要去干扰那个新闻内容。人家希望从你这儿听到世界发生了什么啊，然后呢，你在之后你做评论的时候，你才去解读，这点最好把它画清楚哈，这样是对观众负责，不然的话就是等于是观众看新闻的时候被忽悠进去哈。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跟 Tucker Carlson 很像，但是我对 Tucker Carlson 有一个什么意见呢？我觉得他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俄罗斯问题上哈，我觉得他站位太清楚了，他站位太急了，他是先设立场再去选择新闻，这一点呢，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有点过了哈。当然了，我认为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对美国的极左派吧，他非常的反感，所以呢，他认为普京是极左派的一个敌人啊，因此呢，他认为普京是一希望所在，起码是一种希望所在。我认为哈，我对他的解读，但是我觉得普京虽然是一个传统，他是一个东正教徒，可是他对这个西方左派的那种看法，他确实抨击过哈，那不是他的主要的东西，他主要的东西是俄罗斯如何变成大俄罗斯。所以呢，他指望普京能够如何帮到这个保守派的话，我觉得这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勉强啊。所以我说了，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战线，一个是这个叫做什么来着？传统共产主义跟这个传统的西方自由世界的冲突，就是中共跟这个西方的冲突，北韩跟西方的冲突，现在有点变成这个俄罗斯其实是一个，也是这个冲突之中的哈。虽然它不是共产党，可西方还是把它当共产党。那么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西方世界左右之间的价值冲突，这两个是不同的战线，尽管两个背后都是共产党，可是它是不同脉络的共产党。
他们之间也不打交道，不是那么打交道哈，之间也没有互为的领导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的不同的支脉哈，他自己也是集权为特质的，所以他不会随便听别人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 Tucker Carlson 呢，把两个东西扯在一块儿了。他对普京的寄希望很大，对他非常肯定，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没有在采访普京的问题中问出我所说的那5个问题啊。如果他问出来那5个问题中，甚至只问出4个问题，他完全问得出来。我认为他问得出来啊。作为一个好的记者，优秀的记者，他是能问出这些问题的。为什么？这些问题就是观众心里想的问题，就这么简单。观众心里想的问题，作为专业的新闻人是能感受得到的。不管你知不知道答案，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你都要把它问出来。为什么？因为观众没有办法问，他没办法问。所以我们作为记者，当我采访一个人的时候，我是观众的代言人。我不是方伟的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观众心里的疑问。这就是一个好的采访记者的这个该问的问题。那么 Tucker Carlson 完全跟我一样，能够感受到观众心里想的那5点，甚至可能最终加起来可能不止5点，可能有6到7点。他如果问了的话，他这场采访真的是成功的。他问也不是有的人说你问的话，你就他就离不开俄罗斯了，普京一定收拾他，不会的，他绝对不会收拾他，因为这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如果普京有道理的话，他会借着这些问题去讲清他的道理，从中得分，对不对？如果他没有道理的话，他会被这些问题逼到墙角，那也是一个真相的体现。所以你不能说问出这个问题就对普京就是不利的，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客观的大众心里想的问题，他就该问，问出来，无论答案是什么，对观众对世界都是收获。所以呢，这个Tucker Carlson 如果问出那5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那谁都真的不能批评他。对，因为他做了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他是一个好的新闻人，但是很遗憾他没问啊。他整个的过程中啊，他的基本上叫做，没有问什么太锋锐的问题，除了第一个问题他就说，你这个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呢，你跟你的老百姓讲说这个西方准备打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动手，要先动手。他说你不是瞎扯吗？你 paranoid， 你不是瞎扯吗？对不对？这是他唯一的稍微怎么讲尖锐一点的东西，之后他就没有了。非常可惜，非常可惜。我对这个新闻同行遗憾，我不会这么做我一定不会这么做。就算我倾向于普京，我都会问那5个问题，因为这是我的 job。好的，那行，这就是说完这个，我看看还是别的问题呢。这个，Terry 张说，普京口口声声说为了俄罗斯的安全，但是俄罗斯不允许普选，也没有不同的声音，而且把过期的军粮送上战场。俄乌战争只是为了满足普京的野心。也许吧，但是我觉得普京认为他代表了俄罗斯民众的大俄罗斯的梦想。所以是不是他个人的野心？我觉得不能完全那么说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很多地方非常腐败包括他的军队很腐败，所以过期的军粮还有那个什么坦克就是缺零件什么之类的，这就是他们的品质我觉得中共可能差不多，打起仗来差不多，一打就是一翻牌就知道怎么回事OK，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哪些问题。好，那个向少帅我说到Tucker Carlson，这就是我的一个整体的观点。我觉得他站位太明确，有些问题他观点太猛了，猛到他连事实都不太给，或者说事实太偏我觉得这是遗憾在，他应该是7成8成的新闻，2、3成的评论把它分开是比较好。他在有些话题南部边境之类都做得很不错，多数话题做得很不错，在个别2、3个话题上就站位倾向性太明显。这是一个可惜好，那么 Inspired Michael 说，方伟老师，请教您2个问题。第一呢，你不觉得川普并不适合当总统吗？他是一个霸道并且粗鲁的人，比如说海莉不愿意放弃竞选，于是川普就给他起了一个小鸟大脑的外号，这是一个政治家该有的风范吗？好问题对不起，我认为川普非常适合当总统，无论是海莉还是德桑蒂斯。我觉得这些人跟他竞争完全是跟他不是一个级别的。如果你真的懂川普的话，
因为我对川普从2016年就开始对他有所研究哈。三好，川普跟马斯克对我来说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看他们的东西，我能 feel 到他的感觉。那我这么认为哈，你相不相信？那大家自己决定都没问题。共和党其他的候选人跟川普比是没有办法跟他相提并论的。你说他说话粗鲁没有错哈，他不是这是不是一个政治家该有的风范？不是，因为他不是个政治家。川普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商人，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是一个 CEO， 所以他做事就是用 CEO 的方式在做。所以你就问你们公司你在哪里上过班，你的老板是什么样的老板？什么样的老板都有，有的老板很温和，有的老板很大度，有的老板很粗鲁，有的老板很强势，这都没有错哈，你把公司弄好就行了，对不对？所以川普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也许大家希望他在学习成为一个政治家，他这方面就是怎么说呢？愿望并不是太强。大家想到他已经76岁了，70多岁了哈，78岁了，我记不得了。所以呢，你让他再去学这方面就是不容易啊。所以呢，但是呢，川普能够把一个公司 run 好，在他眼里，美国就是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corporated。如果川普当上这个国家的这个执行长、这个总裁的话呢，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外交会非常的好。我就跟大家讲哈，这就是我看到的事实。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眼光啊，是远远高过其他政治人物的。他的眼光，他的战略眼光，在俄乌中美俄三国的关系，他的眼光是远远超过其他人一大截的。他的那种眼光对他来说很自然，对于别人来说要拼命去解读，最后最聪明的人最后才努力才能明白，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就这种区别。OK， 我说这话不是我是川粉啊，有的人说我是川粉，我真的不是川粉，因为我是个新闻人，新闻人很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成为任何人的粉，对不对？因为你跟你的职业是相矛盾的。当我已经非常强的一个意见的时候，我就很难做好一个好的新闻人。这就是 Tucker Carlson 他的行为给大家的给这件事情的一个教训。所以我真的不能说我不是川粉，但是我如果真的认为川普很强的话，我有责任说出来，这是我说的意思哈。所以很多华人对川普就看重他说话啊，说他说习近平好话，说他说台湾的怎么讲坏话，说普京的好话，说金正恩的好话之类的。他不是崇尚独裁，大家知道他不是的。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呢？那些破话哈？他崇尚强人，川普哈，他崇尚的是强人。他是个执行长，他很钦佩有执行长的这个有执行力的人，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作为跟人家竞争的对方哈，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呢，经常会捧自己的对手。没有信心的人是不敢做这个事情的，有信心的人常常会看到对手的长处，甚至于敢于把它讲出来。这件事的潜台词是什么？就是我比你还强，我敢说你的好处。我真正的意思当然是我比你强啊，我才会说啊。他就是那个意思，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哈？这起码是我的解读哈。川普的那种心态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我在台湾哈碰到台湾的这个官员跟我讲非常 worry， 如果川普当上总统的话，他会放弃台湾，他绝对不会放弃台湾。台湾只有更安全。大家想想看，在川普执政4年，台湾是不是更安全？当初那4年。所以呢，我想说的意思啊，川普的粗鲁大家不要看太重，因为他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他是一个霸道的 CEO。但是如果这个公司发展非常快，股东分钱分得非常好，每个员工都很高兴，是不是这是比较主要的？而且你知道这个霸道的人呢，在他从事强人不是吗？大家知道独裁者是不管法律的，他就是法律。可川普不是啊，川普现在你看他一路被人家欺负成这个样子，他违过一次法没有？他非常珍惜美国的宪法和法律，法院要他干的事他都会去做的。大家看出来没有？一个尊重法律的人会是个独裁者吗？当然不是。所以他说那些独裁者的好话，就是我刚才说2个原因。第一呢，他崇拜强人，他欣赏，不是崇拜，他欣赏强人。他觉得习近平能把14亿人管得服服帖帖的，他觉得很厉害啊，他很服气啊。他认为这天我给你个 thumbs up。但所有对反感共产党的人听到这个都会反胃。但是你要知道，他仅仅是说你能把14亿人搞得那么服服帖帖的，算你有本事。
我比你还有本事，或者我希望我跟你一样有本事，他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第二点，对，所以呢，第二点就是说，第二点什么忘了，反正就这意思哈。所以大家不要去用表面的东西去读它。至于说他说海莉给海莉送外号，他从2015年就给人家送外号，送到现在，你会觉得有点刻薄哈。但是这就是川普的脾气，他是一个，你可以这么说吧，他是一个唯我独尊的哈。我说这个话是个中性的话，不是个负面的话。他就觉得你不应该跟我争，因为你离我差太远，你不要跟我争了，你不要跟我争了，好不好？你既然跟我争，我就给你个外号。但是大家如果看大节的话，我说，怎么说呢？如果川普的性格哈，或者他的修养再好一些，他确实没必要说这些话，他已经足以他的能力足以赢过对手了。但是呢，这是他的习气，这个习气在我看来是个缺点。但是呢，希望大家以后不用太在乎这件事情。因为他的言行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哈？你看表面，他是个不善于解释的人。有一个美国的前任，这个人呢非常会大众沟通，这个人叫做罗纳德里根。罗纳德里根跟美国人民沟通的能力啊，远远超过川普。但是我敢跟大家说哈，川普的能力比里根要强。各方面哈，我对川普的执政的思路的观察，川普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一般政治人物的。川普如果能当上美国总统，是美国的幸运，是美国的福气。如果当不上呢，很可惜。我跟大家说的，我是把这个话当做一个客观事实来说，我看到的客观事实哈，跟大家说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 inspired Michael 哈，我觉得不用太在意那个事儿哈。有的人叫做怀大智者不拘小节，你就这么去看吧，好吧？他就不拘小节，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得就说能够理解他，我觉得对美国是有好处的。好，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哈。海底油管，这个海底的油管，你说的是北溪2号哈，张说的哈，张良，海底油管是普京炸的吗？我没研究哎，普京张嘴就说不是他炸的，我觉得应该不是他炸的，我只能说觉得哈，对，至于说谁炸的，那不是他炸，那谁炸？那西方炸的嘛，肯定就是西方炸的。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是个无头案，大家只能自己去判断了哈。好，对不起。好，那么下面呢，再怎么说，美国左派比普京好很多。你说这话呢，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鸡跟鸭比啊，没法比，我觉得没法比，这是2条战线的东西，没法比，比这个就会乱，而且非常容易造成冲突啊，很强的意见不同。在普京问题上，美国也好，华人也好，看法分歧非常大。我觉得就是因为把2个东西搅在一起了。美国左派是左派的事儿哈，是左派跟右派之间的事情。普京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对抗西方左派，他根本不在那儿，你把他扯进来干嘛？他有时候会表达观点，你就觉得很兴奋哈，觉得普京真是个好人。那不是他的重点，他在忙大俄罗斯如何出现啊，如何跟这个欧洲较劲儿，能够如何扩大他的版图，他只操心那个事儿。这西方的同性恋呐、这些东西啊，变性的东西，他看着皱眉头，那不是他的主要的战斗，不是他的 battle， 就这个意思哈。所以扯在一起真的没啥必要。能不能解答一下你的很多同僚恨普京？怎么说呢？我觉得不能这么讲哈，因为他发动了侵略战争，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哈。普京发动侵略战争这是不对的。你不管他被西方如何去推，就像说我被人家欺负，最后我拔刀把人家杀了，我还得去做蹲监呐。当然了，现在俄罗斯不会垮，所以他也没人去抓他去蹲监。所以呢，西方呢对普京真的是一直是不信任的，对俄罗斯也不信任，一直压迫他，他忍无可忍，对他来说哈，忍无可忍，忍到最后拔刀子把对方捅了，就这么回事儿。在我看来就这么回事儿。那你说我的同僚恨普京，我觉得谈不上，他认为你侵略嘛就错，侵略就错。至于说你普京，你为什么要拔刀干这个事儿哈？为什么要侵略？我觉得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他就是就事论事哈，侵略就是错。
Jenny 盘啊，有捐款 Super Sticker，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哈，谢谢。有的人因为支持啊，这是 Ryan Carter 说的，有的人因为支持川普，而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是真没想到。更想不到的是，推特上普京的支持者突然增加了很多，就彻底懵了。有人因为支持川普而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觉得没有哎，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包括现在很多人说哈，共和党这个支持普京，反对乌克兰，我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共和党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不一样的，看法都不一样的，你只能说卡尔森是支持普京的，川普其实你都不能说他支持普京，他是希望双方休兵罢战，他希望双方不要打仗。至于说哪块地给谁哈，这个事情我觉得那到那个时候再说哈，我觉得左右差不太多。那么共和党全部支持普京没有这回事儿，但是共和党觉得我的南部边境都没有搞定，你让我再给600个亿给乌克兰，他不干，对他来说这是不干，这是个内政问题，这不是个外交问题，这是个内政问题，因为内政的荒唐，共和党认为内政的荒唐，他就不会去把钱给乌克兰，这一点不代表他支持普京啊。所以共和党对俄乌战争的看法，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而且其实多数是支持乌克兰击败俄罗斯的侵略的。以我的了解啊，我对这个美国政治和共和党的了解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能说川普如何，卡尔森如何，你就觉得共和党就是如何，然后一并就骂上了。有时候在网上大家骂人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张嘴就来，看不到嘛，我想看不到哈，所以骂人真觉得没后果。但是这是我觉得是不对的哈，我觉得我们要养成华人呢，我认为要养成一个政治文明啊，因为将来也许真的是对啊，就中国有自己的民主国家，华人在世界各地影响力越来越大，我觉得我们不要那样。我觉得要培养一个好的政治素养啊，良好的品德。我一直强调哈，大家看我节目看多的话，我一直讲的就是品德修养、品德信仰，这是一切的根基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别走极端吧，我认为哈。Zoe Law， 普京的确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一点确实是事实，但不等于他的话有多么可信。哎，这点我同意啊，你2句话我全部同意。普京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也不认同共产党，这是事实，但他话未必那么可信，我也同意啊。对，普京也不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哈，说话都句句都可信，是，他有他的狡猾，他有他的很狠的地方，这个我觉得我都不认同哈。好，薛英 Y， 黑利没有赢的可能还在胡搅蛮缠，后面有什么黑手？共和党现在要整合实力对抗民主党，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事情。黑利一个政客不明白？哎，对啊，是啊，我觉得也是啊。我觉得共和党现在，我觉得黑利有2个因素呢。第一呢，他觉得川普万一赢不了嘞，万一因为什么缘故呢？万一怎么样呢？万一这个蹲监呢？万一怎么样呢？那不就轮到我了吗？这是他我觉得持续往下走的一个原因。第二呢，背后确实有人给他钱，这给他钱的人，我觉得包括共和党的建制派，也包括民主党人，因为要捣乱嘛，因为大家怕的，民主党怕的就是川普，所以任何能把川普搞黄的这个怎么说呢人呐，他都容易得到那方面的支持。所以当然了，黑利如果真的为共和党着想，为国家着想的话呢，我认为他应该退选。所以他可惜他没有这么做哈。刚才我说的2个原因的背后，对，都不是很正哈，对吧？都不是很正。OK， 看看哈，Inspired Michael 又说，这个因为海莉没有退选，于是川普就给他取外号。公开表示所有给他捐款的人都不配加入 MAGA， 还公开调侃她的老公。川普适合一个私人企业的老板，他根本不适合当总统。你说的，我觉得有30%的道理，我同意啊，70%我不同意。他确实这就是一个私人企业的老板，他就是啊，他根本不适合当总统。那你要看怎么看了哈。如果说呢，他说话不得体
在这方面他是不适合当总统的。但是你想要一个说话非常得体，但是啥也做不出来的人吗？对不对？还是要一个说话不得体，可是啥都能做出来的人，这就是大家的选择了啊。CCU 哪5个问题？就是昨天我的节目，大家可以去看哈，哪5个问题？我认为这个 Tucker Carlson 他应该问的那5个问题，他一定应该问。任何一个好的记者都能想到那5个问题。问下来的话呢，我觉得对，那我就不多说了哈。这个你要不介意的话，回去看一下昨天的节目。这个普京啊 ，Howard 胡说，这个普京的访谈目的性太强了，我同意哦，我同意，目的感太强了，真的，他对普京太仁慈了啊。因为一个采访记者啊，他是等于拿刀子一样的去拨他，然后看这个受访人怎么应对。这是一个好的新闻人，即使他同情这个人，他都得放下那个同情，来提这个问。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大家知道我也不跟大家藏哈，我是一个法轮功学员，我曾经采访过大纪元的总编辑他叫郭军啊，当时呢他跟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讲一个事儿什么呢？讲的是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那个时候是2006年是吧？2006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医生的太太跑到日本去，然后在日本透露出消息来说，中共在中国医院里头一家医院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那郭军呢，我就采访他这个事情嘛。尽管他是大纪元的总编辑，我是一个法轮功学员，我也没有放过他。我跟他说，我说郭总编，你当时只有一个消息只有一个消息来源。按正规的媒体，你应该有2个消息来源，2个独立的消息来源，你才能登这个事情。你怎么就敢登这个消息？你怎么能验证这件事情是对的？他说我当时非常的困难，他说我就在那乱走，因为这件事情太重大了。可是我真的没有第2个消息，我登还是不登？他说我在屋子里乱走，结果我的小孩子，他的小孩子7岁小孩，我这个儿子就觉得就是妈妈你在烦恼什么？他说我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就跟我的儿子讲了我的烦恼。他说我的儿子说，妈妈如果能够救人的话，那你还犹豫什么？他说结果他就从他儿子那得到启发，他就把这个事情登出来他说现在是我采访他是什么时候啊？他说我登出来之后1年以后，中国大陆的这个官方公布的那个叫做器官移植比前1年跌掉1万多例。他说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做的对，尽管我带着大纪元冒了风险。所以像这样的问题你知道一个好的记者，我面对他的时候，我不能客气，我必须挖掘，我必须顶他，挑战他，因为我要真相，OK， 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我这样问他，我会问出一些非常非常让我吃惊的答案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记者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普京对卡尔森对普京太软了，这是不应该的向少帅说，同1小时是普京给大家上历史课，后1小时就是他个人诉苦大会。是2个小时7分钟吧。我跟你讲，我中间看了半个小时，我睡着了。我实在是，我作为一个新闻人，我居然睡着了。因为他要是问的很尖锐的话，我不会睡着的，对不对？一刀一刀过去，那边就是双方在打仗一样的，最后真相就出来，在打仗之中出来，我怎么会睡着？所以这就是他可惜对不对？那不应该这样。当然了，我还是认同他去俄罗斯采访这是一个新闻记者该做的事情。即使面临很多压力，即使人家说要制裁他还去做这件事情，这点我佩服。但你都到眼前了，你就把你的事做完呗，这就很可惜李王说，普京打太极把 Tucker Carlson 弄晕了。是可是一个好记者不会被弄晕大家知道，好记者、采访记者，你是控盘的，你是开车的，你随时可以打断他说你要问什么，他是不会把你弄晕的。那么之所以他把他弄晕了，就是他对他太客气了OK， OK， 有这个
好，Joman 说，Joman 说，祝方伟先生龙年快乐，期待来年天天都有节目更新，支持你加油，谢谢，谢谢，也祝 Joman 和所有的观众朋友新年快乐，龙年快乐，万事如意啊！也希望来年我的节目大家都能来看啊，大家一起成长哈。OK。Zoe 罗说，从真正新闻人的角度，是需要给你不喜欢的人一个发声的渠道，让民众自己独立去做判断，而西方的极左却不给民众这样的渠道，这就是一种法西斯主义。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对，为什么说我不认为Tucker Carlson 去采访普京是当初的斯诺啊，就诺涅加斯诺去采访毛泽东，去延安的窑洞采访毛泽东，为什么不是一回事呢？因为斯诺自己是个共产党人，老毛要么骗了斯诺，要么跟斯诺一起行骗，向美国的公众说明共产党是一个清廉的民主的政党，清廉的力量，民主的力量，这是谎言，他根本就不民主，他一点也不清廉。OK， 当然他清廉，他老百姓，他的基层干部清廉，他的领导不清廉，所以他在说谎。OK， 但是呢，我觉得Tucker Carlson采访普京呢，普京并没有做很多，我认为做很多为自己脸上贴金的事情，他就一直在抱怨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欺负我。这些抱怨都是可以核实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导致对西方的强大的误解，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件事情是你可以查证的如果他说的是谎话，现在已经2、3天了，一定有人揭露他，但是没有人揭露他，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些事实是公众是需要知道的，而且我从中听出来普京跟西方很缺少沟通，所以那种双方没有足够多的沟通上，很容易产生歧义所以最后造成剧烈的冲突，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我觉得那是一种可惜。所以我认为如果你们之间因为政治原因不能经常沟通的话，通过新闻媒体做这样的沟通公开喊话，我觉得是有必要的。所以我觉得是两回事OK， Aaron 游说，普京受到亚历山大镀金影响非常大，充满大沙俄主义。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刚执政时候曾想过要亲西方，但对西方多次戏耍后，转而亲中伊，朝鲜、伊朗，反西方。对，基本上就是这样。有人就讲说你这么一个独裁者，人家西方怎么会把你装进去，对不对？然后人家说你想加入北约。人家不让你加入，你就阻止，你就打人家想加入北约的这个乌克兰，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也对也不对啦，因为他想亲西方，西方就可以给他提条件，会影响他。如果他进了这个北约的话呢，他确实就不会再去打乌克兰了。对，但是你说了，你说你进去之后在里头捣乱在里头捣乱，那就是北约自己的这个健康性了。你能不能抵抗这种捣乱？你要什么都是什么一票否决制，那当然就被它黄了，被它坏掉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呢，也许你通过这个机会把它收编进来。还有就是谁能收编它？我觉得只有川普可以收编它，别人收编不了当然川普是，对吧？20年、15年之后才出现的人呢，这点就不现实。还有就是说呢，对于西方他们有那种川普的那种眼光然后把它招纳进来，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做不到，他们没有那个眼光。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是个历史的必然我也没有说这个西方就真的如何做错决定，他做不对决定，他没有那个眼光。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教训是这样的，这是我的看法。吴平熙说：“我们不要政治家，需要实干家。”是，我觉得这主体是这样的，我也同意这一点。你虽然看他老说的那些话，你很皱眉头，对不对？说这么粗鲁的话，他给你一个好国家，那不是主体吗？当然了，最好他又会讲话，又会实干。可是人无完人对不对？你说我们被人家这么要求行吗？不能有缺点，我们也做不到，对不对？我们肯定我就有个人有缺点。所以这就是人的现实没有完人，这个世界没有完人，所以呢，只能说我们接受什么我们接受他的优点，同时也接受他的缺点，这是我的看法OK，普京Inspired Michael 有说普京要重建大苏联，你西方同意吗？你不同意，他就会和中伊朝结盟，对，我不知道，我没什么好评论的
他要重建大苏联，不是，他要重建大俄罗斯，不是大苏联。苏联是共产主义，叫什么？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是吧？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不认同的哈。OK。美国的两伊战争排斥俄罗斯，接纳中共，这都是巨大的战略错误。对，我认为是这样，巨大的战略错误。但是他们真的，他们智慧就没到那儿，他远远到不了那儿。所以我才说川普的出现。大家知道，川普刚上台的时候说我要废掉北约，北约要他干嘛？大家知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一个人同意的。所以你这就是胡说八道嘛啊！然后要西方加军费2%，把那个什么梅克尔啊，什么英国首相啊，这逼的简直是走投无路啊，气哼哼的。就是大家能够理解川普的理解不了。大家知道那个北约啊，北约是对抗华约而成立的。对不起，在苏共解体之后，北约其实是茫然不知所措。但是因为北约存在，美国在德国有驻军，在意大利有驻军，啊，美国在给这个欧洲充当这个警察的角色，欧洲就躺在美国的怀里，躺在美国的安全怀抱里头，不付军费，啊，什么都不做。大家想想看，你居住的城市有警察是不是？警察要不要工资？警察的装备要不要钱？警察钱从哪里来？那不就是税吗？收税，对不对？警察拿着公众人的税才能去当警察，才有条件当警察。今天美国在全世界当警察，他收了大家的税没有？1分钱都没有 ，right？ 所以美国想用一个国家支撑整个全球的安全，持续80年、100年、150年，美国会被拖垮的。美国事实上就在被拖垮，现在已经到了，还没有崩盘哈，现在是崩盘前的危机，崩盘前的潜在危机。所以有人说，那你美元霸权呢？你美元霸权就等于是你收税啊，不能这么讲，不能这么讲。美元的霸权，那是一个市场形成的一个尊重，对美国的一个尊重。今天谁要能把美元霸权抢走，他不会眨眼的，他马上抢走。中共就一直想抢走啊，对不对？而且美元印钞票跟收回钞票都老老实实在记账的，人家不是光印钞票不收回的。所以呢，美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但是你让美国当全世界的警察，又不给他一分税钱，各个国家不给他钱，久了之后就拖垮了，就这么简单。他凭什么呀？你们城市的警察能够这样吗？自己要挣钱去当警察吗？好做好警察，自己还得挣钱去啊，可能吗？对不对？就不可能嘛。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世界啊，真的是吃美国赚美国的。安全也靠美国，想当然，理所当然，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川普是第一个看到这不对，这不对的，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要吃我们？就吃进我们呢？吃到我们垮了，你们也吃不着了，对不对？所以川普才要让美国更加伟大。美国自己不强大，谁也保护不了。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我今天发了个推，有人说川普是孤立主义者，川普不是孤立主义者，川普的思想跟美国建国先父的思路、立国原则是非常吻合。这当时我看到时候我非常吃惊，我说这个人，我不认为这个人学过任何美国立国原则，美国的系统化的立国原则没有，他就是直觉非常好，他体会到的这个美国的使命跟做法跟建国先父体会到是一样的，我看到是这样哈。那美国的建国原则是怎么看待哈外交问题？他是说我们不要做世界强权，不要去，甚至不结盟，美国是个不结盟国家。他说我们要做的就是个君子。做好美国的典范，让大家我们不去打人家，不用去逼人家做好，人家看着我们就自动跟我们做好，跟着我们做好，自己选择。对，用中国的话叫做“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用英文叫做 “The shining city upon the hill”， 山顶上那座发光的城市。美国是山顶上一座发光的城市，在黑暗中熠熠生辉，大家都远远地遥望它，敬仰它。向他学习。美国是这样来收服世界人心的，这是国父的设计，而不是派兵出去世界各地驻军。当然了，现在这个离着那个前景差很远哈。美国因为2次大战之后肩负着世界大家长的责任，大家都不愿意放手，美国也没有意识到他要放手，只有川普知道我们要被拖垮了。今天你到 JFK、纽瓦克、LaGuardia、纽约的3个机场，那个破旧的程度远远抵不上上海跟香港的机场，连台北都抵不上。美国看看就拖垮了，
大家觉得无所谓啊，反正还没垮，说白了就是反正还没垮，垮了就来不及了。所以 MAGA 就是让美国重新回到他自己可以站住脚，自己强大，让世界敬仰，然后他也有余力帮助别人，不能杀鸡取卵呐。所以现在大家真是吃他的，吃美国的，用美国的，喝美国的，觉得都理所当然，对不对？这是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没有人看得出这一件事情，只有川普看得出来。你说他的眼光远不远大？真的，他能看人所不能看到的东西。快1个小时了哈。最后再一个问题。Aaron 说，俄罗斯的经济不如中国的一个省，美国的一个州。如果美国当初接纳俄罗斯，通过文化、经济、新闻、教育等多方面渗透影响它，俄罗斯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有可能，真是有可能。如果美国拥抱俄罗斯的话，哈，真的，我觉得俄罗斯宁可靠向西方，不愿意靠向中共。好，威廉黄说，我不认为川普具有美国总统该有的政治眼光，他也不会理解国际政治的复杂。你这个话我同意一半，不同意一半哈。我同意的是他不会理解国际政治的复杂，是，但是呢，他不用去理解那么国际政治的复杂，他也可以做好他的事情，就是按原则做，按原则做哈。比如说中共在8964的时候屠杀老百姓，坦克开上街，你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你应该怎么做？你按照原则，你就会维持他的制裁，直到他改变行为。你要没有按照原则做的话，你就会自己主动放弃去讨好他。那么，叙利亚阿萨德当初越过红线，对不对？去打击那个少数民族的时候，川普46枚这个叫做叫什么 Tacomark 巡航导弹就打过去了，因为我已经警告你了 ，OK， 你过了线用化学武器，我就要打你，上手就打啊！所以呢，就是说你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你可以以简来治繁来解决问题。你用不着跟人家把这过去几十年每个弯弯曲曲都研究的那么清楚才能决定。我为什么说大家台湾的朋友不用担心川普呢？川普确实不了解中美台那么复杂的几十年的关系，他也没兴趣了解。但是呢，如果他的幕僚跟他说中共如何是个 bad guy， 我们必须守卫台湾，不然没有信誉，这一句话就够了，一句话就够了。川普就会做决定说，舰队开过去。就跟他们硬干，因为美国的实力放在那儿嘛，这样做的结果是没有战争哈。好的，那行，那我想我不要超过1个小时哈。那今天看大家最后还有什么问题？妹唱说方伟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有可能啊，那你要具体一点，指的是什么？乌克兰的腐败天下皆知，乌克兰贿赂拜登家族人人明白。说实话哈，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薛英外，我不知道拜登为什么那么主动，那么殷勤要去支持乌克兰，我真的我想不明白，简直就是说所有的军费我全包办了，尽管欧洲可以出钱。有人说这个1000亿美元有什么了不起的啊？美国外债是33万亿，1000亿一点点。大家知道，美国每年的联邦的财政收入只有不到5万亿，也就是说每个月4000亿，每个月只有4000亿，他拿出1000亿给人家，打水漂给人家，他不要人家还的。你就想你们家持家，你一个月只有4000块钱的工资拿回来，你一个月要赔掉2000块钱，要花6000块，然后你随便给1000块支票给一个朋友 ，OK， 好吧？我觉得你会这么持家吗？所以不是33万亿那么大，这一点小不是什么。你要想你每个月赚多少钱，花多少钱呢？你一直在赔，这所有赔的钱最后都变成利息。美国的利息啊，美国33万亿的利息很快要到1万亿了，每年要发1万亿，也就是每年联邦政府只能收入4万多亿，1万亿要拿去交利息，而且这个1万亿会越来越大，很快美国政府就没钱花了。今年有钱花，所以谁都不操心，因为不是我们家的钱，所以只有共和党保守派的一部分人在操心这个事儿，别人根本不操心，这就是很荒唐的事情哈。反正那个拜登为什么那么想给乌克兰钱这个事儿，我就不多说了哈，大家自己去猜吧。
好，最后提醒一下哈，捐款功能之前有问题哈，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方伟节目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哈，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对，能够给我们捐款，这个功能都已经恢复了，非常谢谢大家。好，今天我就不说超过1个小时了。那喜欢方伟节目的人呢，请点赞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干净世界的朋友一定要再上去注册一下，要熟悉怎么用哈。那么周末大 V 谈呢是每个星期6的晚上8点钟会在那里直播，那么也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节目就去看周末大 V 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新年节目哈。所以非常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周的周末呢再跟大家见面，拜拜。